中国最终会变成什么样？这个问题，过去这些年，许多预言家都曾经试着回答，可是没有一个人敢把那个最终的结局完完整整地说出来。直到2026年，这个被帕克亲口称为清算之年的特殊年份里，他终于第一次把自己在纳迪叶与林氏当中看到的那幅最终画面毫无保留地摊在了我们面前。那是一幅什么样的画面呢？一个我们今天看起来庞大到不可撼动的国家，先是在表面出现了一道道细密的裂缝，接着像一座沉睡了1000年的冰川一样发出沉闷而漫长的断裂声，然后在某一个我们都还没有准备好的时刻，大规模而且不可逆转地崩塌了下来。崩塌之后留下的不是一片废墟，而是一片全新的版图。上海、香港、西藏、蒙古，一个接着一个走向自治与独立。而在这片土地上世世代代生活的人们，第一次真正拥有了民主，也第一次真正拥有了帕克所说的那种来自心灵深处的踏踏实实的幸福。听到这里，也许你会皱起眉头，这怎么可能呢？这听起来简直像是天方夜谭。一个今天看起来如此强大、如此不可一世的庞然大物，怎么可能在短短几年之间就走向分崩离析呢？可是请别急着否定，我们先把时间的指针缓缓地倒回去，看看这位帕克到底是凭什么让今天的全世界都不得不认真对待他说出口的每一句话。要知道，在过去的这些年里，太多曾经被认为绝不可能发生的事，最终都活生生地发生在了我们的眼前。谁能想到，那个南美洲的独裁者会在一夜之间被人活捉？谁能想到，曾经看起来铁板一块的某些政权，会在内部的矛盾中迅速地土崩瓦解？这个世界变化的速度早已远远超出了我们大多数人的想象。还记得2025年年底的那一场准危机吗？那年12月初，帕克突然发出一个警告，他说2026年台海或者中日之间会上演一场极其惊险的战争彩排，就像被雷达牢牢锁定一样，剑拔弩张，杀气腾腾，却又在最后一刻硬生生地收住了手。所有人都还在半信半疑，觉得这位老先生大概又是危言耸听。可是仅仅过了2天，辽宁舰就在海上2次用火控雷达锁定了日本的战机。这个事件瞬间震惊了全球。那一刻，无数原本对他嗤之以鼻的人后背都凉了半截。而这还只是其中的一桩。我们把目光再放远一些，他曾经在几乎没有人相信的情况下预言了川普时代的开启。当年多少人笑他痴人说梦，结果川普一次又一次跌破了所有人的眼镜。他预言过英国脱欧，预言过整个欧洲的衰落与解体的趋势，他预言过那场席卷全球的新冠疫情的到来，也预言过伊丽莎白2世女王的离世。他预言过乌克兰战争的爆发以及它的长期化，预言过加沙局势的不断恶化，预言过美国对伊朗核设施的那一次打击，甚至连针对川普的暗杀未遂，他都提前看到了。更让人脊背发凉的是，他早在2023年11月就预言过香港会在11月爆发一场夺命的大火。而这件令人心碎的事，后来竟然真的一字不差地发生了。不只是这些，帕克还反复地提到2026年会是一个大揭露之年，许多藏在暗处的东西会被一道强光照得无所遁形。他看到那个庞大国家在全球各地布下的间谍网络，以及那些见不得光的贿赂与渗透，会在这一年接二连三地被曝光出来，引发一场又一场震动世界的丑闻。他看到许多高高在上的官员会被抓捕，会神秘的死亡，而这些离奇的事件背后，往往都隐隐约约地牵连着一场宫廷之内的权力斗争。他甚至感知到，连那些被深深掩埋的与权贵有关的名单与档案，都会在这一年被一页一页地翻开。当谎言再也无处藏身，当真相像潮水一样涌来，一个建立在谎言与恐惧之上的庞大结构，它还能支撑多久呢？也许你会问，帕克到底是靠什么看到这些连影子都还没有的未来呢？很多新来的朋友可能不知道，他真正倚仗的并不是西方人熟悉的那种占卜或者塔罗，
而是一套来自古老印度名叫纳迪叶的神秘预言体系。据说这套体系是几千年前的圣者把无数人乃至无数王朝与文明的命运一片一片地刻写在了棕榈叶上，然后一代一代由专门的解读师流传到今天。帕克说，最让他震惊的是这些古老的纳迪叶所揭示的未来竟然与他自己长年累月在冥想与灵视当中感知到的画面高度的一致。一个来自他的内心，一个来自几千年前的棕榈叶，两条线索最后竟指向了同一个结局，这又怎能不让人感到一阵彻骨的寒意呢？好，现在让我们真正走进这幅画面。帕克说，这一切的崩塌并不是凭空发生的，而是有一个清晰的可以被看见的引爆点。他在2025年的最后几天发布了一段影片，把目光沉沉地投向了东方。他说，2026年将是一个清算之年，许多被精心掩盖的谎言会被一一揭穿，许多被深深隐藏的真相会浮出水面，会出现许多诉讼，许多崩塌，许多曾经高高在上的人物的倒下。而这一切的转折点，他说就在2月，而2月恰恰就是中国的农历新年。过了那个年，就正式进入了中国古老预言里反复出现的那个灾难之年——赤马年。帕克所看到的种种景象与这个流传了千百年的赤马红羊之节竟然高度的吻合。我们的老祖宗在很久很久以前就观察到，每逢丙午与丁未这两个年份相交的时候，天下往往会有大的劫难、大的动荡、大的改朝换代。历史上这样的年份总是伴随着血与火，伴随着旧秩序的瓦解和新秩序的诞生。而2026年正是这样一个被古人标记为凶险的关口。结果呢，2026年才刚刚开始第6天，南美洲那个独裁者马杜罗就被美国活捉了。紧接着，伊朗爆发了3年以来规模最大的暴动，经济的崩盘成了导火索，抗议的人群从市集罢市开始，迅速席卷了全国，喊出的口号从最初的经济诉求迅速转向了推翻政权本身。一位退役的上校公开站出来，呼吁军人放下手中的武器，站到人民这一边，去守护自己同胞的尊严与安全。一桩又一桩全都被他说中了。所以当这样一个人第一次完整的说出中国的最终结局时，我们还能像从前那样仅仅把它当成茶余饭后的一段闲谈吗？而这一场巨变的涟漪，帕克看得很清楚，绝不会只停留在东方。他把目光转向了他自己脚下的这一片土地，英国乃至整个欧洲。他忧心忡忡地说，那个庞大国家对英国的影响早已不只是在扩张，而是已经到了过分的地步。多少年来，英国的政客们一次又一次地犯着同一个错误，他们打着经济合作的旗号，一点一点地把关键的产业、把核心的技术、把至关重要的战略安全拱手让了出去。帕克把这些行为形容为疯狂，形容为愚蠢。他说，那个庞大的国家其实根本不需要动用一兵一卒去占领欧洲，它只需要通过经济的渗透、技术的依赖以及对能源与资讯命脉的掌控，就能够达到同样的目的。可是如今，当那座冰川开始崩解，这一张用金钱与利益编织起来的大网也会随之一寸一寸的断裂。欧洲会在这场巨变里被迫重新审视自己的选择。让我们顺着他的视线看下去。帕克反复强调，2026年的春天，特别是3月前后，会是一段高度敏感的危险时期。他看到在台湾海峡附近的海域可能会发生一起意外的碰撞事件，也许是2架在空中对峙的飞机，也许是2艘在深海较量的潜艇，在某一个谁都没有想到的瞬间猛地撞在了一起。就是这样一起看似纯属偶然的事故，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冲突迅速的升级，连日本也被一步步的卷了进来。可是帕克的这个预言最让人意外，也最让人深思的地方在于，他清清楚楚地说，在这场冲突当中，台湾不会被并吞。恰恰相反，深受重创的是那个发动者自己，经济在这场冲突的冲击下迅速崩溃，
社会陷入了空前的动荡。与此同时，帕克还不止一次地提到，一场大规模的网络攻击会造成全球性的混乱，引发连锁式的经济崩溃。而在这场数字世界的浩劫里，受伤最重的依然是那个庞大的国家。也许你会问，为什么偏偏是台湾能够安然无恙，而那个看起来强大百倍的邻居反而会在这一场冲突里轰然倒下呢？这恰恰是帕克预言里最发人深省的一点。在他看到的画面里，那个庞大的国家早已是一座外强中干的危楼，他的军队被一轮又一轮的清洗掏空了中城，他的经济被房地产的泡沫、地方的债务和青年的失业压得喘不过气，他的人心在长久的压抑与恐惧之下早已悄悄地涣散。这样的一个庞然大物看起来不可一世，可是只要轻轻一推，只要一根稻草落下，它那看似坚固的躯壳便会从内部开始崩解。而台湾这一座小小的岛屿，反而因为它的坚韧，因为它背后那一张无形的力量之网，在这一场惊涛骇浪之中挺住了。历史总是一次又一次地告诉我们，真正的强大从来都不在于体量的大小，而在于内里的那一口气。帕克也感知到，这一场动荡不会只局限在台海一隅。他看到，在未来的这几年里，世界上会同时燃起好几处战火。有人甚至从纳迪叶的解读里读出了多个国家同时卷入冲突的凶险景象。中东的火还没有熄，东亚的火又被点燃，石油、粮食、水源，这些维系文明的命脉会一个接一个地，成为争夺的焦点。整个世界仿佛走到了一个巨大的十字路口，而那个庞大国家的崩解，正是这一连串连锁反应里最关键也最剧烈的那一环。我们不妨闭上眼睛，想象一下那个场景，一边是前线不断传回来的坏消息，另一边是国内的银行门口排起了长长的看不到尽头的队伍，工厂停了工，工资被一拖再拖，一个又一个的县城在财政上悄无声息的破产，数以亿计的农民工和刚刚走出校门的大学生找不到一份工作，看不到一丝希望，物价在飞涨，人心在浮动。就在这个时候，那座看起来坚不可摧的万年冰川，它的第一道裂缝就这样无声无息地出现了。而站在这道裂缝正中央的是那个曾经权倾天下的人。帕克对习近平的判断这些年其实一直都很清晰。早在2023年，他就指出习近平的健康问题被刻意地隐瞒了起来。到了2025年11月，他更是大胆地说，习近平的健康状况会明显恶化，甚至可能需要接受重大的器官移植手术才能勉强延续生命。而他手中的权力，帕克判断很可能在2027年之前就走向终结。政治上的衰退和身体上的衰退，这两条向下的曲线会在2026年同时变得十分明显。这幅景象如果只是帕克一个人看到，也许我们还可以勉强说那是一种巧合。可是奇妙的是，这竟然与流传了1000年的中国古老预言遥遥地呼应了起来。我们都听说过推背图，推背图第46象说，有一军人身带弓，只言我是白头翁，东边门里伏金剑，勇士后门入地宫。许多解读者认为，这短短的4句话所指向的正是一场发生在宫廷之内的军事政变。更耐人寻味的是，据说习近平本人对推背图深信不疑，所以这些年来他最先清洗的就是名字里带着一个弓字的火箭军。而那位曾经的总理名字里也藏着一个弓，退休之后不久便猝然离世。如今军中那位排名第2的人物名字里同样带着一个弓字。就在2026年的1月下旬，这位副主席张又侠被官方正式宣布落马，整个中国的政局瞬间陷入了剧烈的动荡。而与他同时被拿下的还有一位军委参谋部的参谋长。有人说，这位的姓氏在正体字里恰好可以拆成卯金刀3个字，而那一竖写起来就像一柄竖着的剑，正应了预言里那句东边门里伏金剑。你看，这一切都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提前安排好了一样。
据说命令一道一道地发了下去，要求各级部队与中央保持一致，可是许多部队却拒绝表态，没有人把这当回事。从指挥官到普通的士兵，那种不满与抵触的情绪正在悄悄地蔓延开来。命令发了下来，却无人理会。基层的官兵私下里甚至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叫包子，意思是没有人再信服他，也没有人想再为他卖命。一个连自己的军队都指挥不动的人，他离那一声冰川断裂的巨响还会远吗？而流传在民间的传闻比这还要惊心动魄。有人说，高层之中早已暗流汹涌，有重臣涉嫌在台海一旦开战之时，趁机发动兵变，取而代之。庸常的人往往不懂得这些身居高位之人那种枭雄一般的心性。当大厦将倾，那些表面上阿谀奉承的人，内心或许早已生出了轻蔑与反叛的念头。一个众叛亲离的孤家寡人，身边只剩下寥寥几个还算忠心的马仔。这不正是帕克所说的那种权力结构从内部开始松动，有人在暗中观望，有人在静静等待时机的征兆吗？有意思的是，推背图里还暗示了那个最终终结旧时代的人，他甚至描绘了未来那位带来安定的领袖，说他来自关中之地，礼贤下士，顺天而行，说他半老有子，会以一种敦厚而智慧的姿态重新安定这一片饱经动荡的天下。许多解读者反复推敲这些字句，认为他们所描绘的正是旧秩序崩塌之后那一段漫长而珍贵的休养生息的岁月。而另一部唐朝的古老寓言《黄檗禅师诗》也写下了西方再现南军制这样一句谶言。许多人解读，这暗示着南方的力量会一路向西，最终亲手终结一个旧的时代。顺天而行也好，逆天而动也罢，在这些沉睡了千年的古老智慧看来，那个结局从一开始就已经被牢牢地写定了。于是第二道裂缝、第三道裂缝接连不断地出现。帕克用了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他说这一场崩塌会像是冰川似的崩塌，它不是在一夜之间轰然倒下，而是先在坚硬的表面裂开一道道细密的纹路，然后在某一个临界点发生大规模而且完全不可逆转的整体的断裂。一旦过了那个临界点，就再也回不去了。冰川一旦开始崩解，没有任何一种力量能够把它重新冻结回去。也许你会问，为什么偏偏是这个时候呢？为什么这座屹立了这么多年的冰川会在2026年前后开始出现裂痕呢？帕克的回答是，因为太多的力量在这一刻汇聚到了一起。经济的危机像地基下方涌动的暗流，军队的离心像冰层内部蔓延的裂纹，民心的涣散像悄悄升高的气温，国际的孤立像四面八方吹来的暖风，再加上那一场可能在台海点燃的冲突，那一场席卷全球的网络浩劫，以及那一连串接二连三的丑闻曝光，当所有这些力量在同一个时间点上叠加在一起的时候，那一座看似永恒的冰川便再也承受不住了。古人说，冰冻3尺，非一日之寒。可是同样的道理，一座冰川的崩解也绝不是某一个单独的原因造成的，而是无数细微的裂痕在漫长的岁月里悄悄积累，最终在某一个临界的瞬间总爆发。帕克所看到的正是这个总爆发即将来临的前夜。那么断裂之后呢？帕克给出的那个答案才是这整个预言当中最震撼人心的部分。他说，崩塌之后的中国会分裂成许多个小的国家，或者是松散的联合体，而最终会演变成一个像欧盟那样的体制，边境开放，贸易自由，人们可以在不同的地区之间自由地来往，自由地交易。而在这个全新的格局里，民主制度将会占据主导的地位，成为一种向善的力量。现在让我们把这幅崭新的版图一块一块地铺展开来，仔仔细细地看一看。先看西藏，在帕克的预言里，西藏的命运是这整幅画面当中最诗意也最动人的一笔。他说，未来的西藏会成为一个独立的地方，
而且会庄严地宣布自己是一座心灵的国家公园。这是一个多么美、多么辽阔的构想啊！那片世界屋脊之上的高原，过去常常因为它的高原与闭塞而显得遥不可及。可是在帕克所看到的那个未来里，它不再是封闭的，它会敞开怀抱，变成整个世界的一座心灵的灯塔。来自全球各地的、疲惫的、迷惘的、渴望宁静的灵魂，都会被它深深地吸引而来。在那里，雪山依旧巍峨，经幡依旧飘扬，可是压在这片土地上的那层阴影终于散去了。我们可以想象，那将会是一幅怎样的景象。从世界的四面八方，无数曾经在物质的洪流里迷失了自己的人们，会踏上前往这片高原的路。他们不再是为了征服，不再是为了开发，而仅仅是为了寻找内心的那一份久违的宁静。布达拉宫的钟声会在清澈的空气里传向很远很远的地方，寺院里诵经的声音会抚平多少颗在尘世里疲惫不堪的心。帕克所说的那一座心灵的国家公园，并不只是一个地理上的概念，它更是一个精神上的象征。它象征着，当人类在物质的道路上走到尽头，终究还是要回过头来，重新仰望那一片最纯净的星空。一个曾经被高山与政治双重封锁的地方，最终会成为照亮整个人类心灵的一盏明灯。这难道不是一种最深刻的因果与轮回吗？帕克还特别提到，西藏的这一场解放会得到一股巨大力量的帮助，那就是飞速扩张的印度经济。他预言，印度的经济在长远的未来会超越从前那个庞大的邻居。当一个古老的文明在东方缓缓崛起，当一个沉睡的高原在西边悄悄苏醒，这两股力量交汇之处，便是西藏重获新生的契机。一个曾经因高山阻隔而与世隔绝的地方，从此会成为人类心灵最向往的归宿之一。再看香港，香港在帕克的整个中国寓言里扮演着一个极其特殊的角色，他把中国的南方看作是这场巨大变革的发源地。他明明白白地说，香港会在2026年再一次出现类似当年那场反送中一样的革命行动。那一座从不肯轻易低下头颅的城市，会再一次站在时代浪潮的最前端。而这一次与从前不同，浪潮不会再退去了。在新的版图之上，香港会重新拿回原本就属于它自己的那份自治，它会成为这个自由联合体当中最为耀眼的一颗明珠。维多利亚港两岸的灯火会再一次为自由而闪耀，这也与我们刚刚提到的那句西方再现南军制的古老谶言遥相呼应。南方的星火一旦点燃，便足以燎原。我们都还记得那一座城市的年轻人曾经是何等的倔强与勇敢，他们为了心中那一份对自由的信念，曾经付出过多么沉重的代价。许多人因此远走他乡，许多人因此身陷囹圄，许多人把眼泪和伤痛深深地藏在了心底。可是帕克却看到，那一份信念并没有熄灭，它只是像深埋在灰烬之下的火种一样，静静地等待着重新燃起的那一天。当那座庞大的冰川开始崩解，当束缚的锁链一节一节地松开，这一座城市会以一种谁也想不到的姿态重新站起来。那些曾经被迫沉默的声音，那些曾经被迫流散的人们，会带着他们从未放下的梦想重新汇聚。一座真正自由的香港，不只是这场巨变的开端，更会成为照亮整个南方乃至整个东方的一束光。然后是蒙古，在帕克最早的那一批预言里，蒙古就和香港并列在一起，被他列为了未来的引爆点之一。那一片广袤无垠的草原，那些世世代代逐水草而居的人们，他们的心里其实一直藏着一份对自由与自治的深深的渴望。当中央的控制力一寸一寸的松开，当那座万年的冰川一块一块地崩解，这一片草原自然也会重新找回它自己那悠远而苍凉的声音。马头琴的旋律会再一次在无垠的天地之间
自由的回荡。它会像欧盟里的一个成员那样，既保有自己独一无二的文化与传统，又能与周边和睦相处，自由贸易，共享一片开放的天空。我们知道，在那一片草原之上，曾经有过多少令人心酸的故事。母语被一点一点地从课堂上抹去，传统的游牧生活被一道一道的命令硬生生地改变多少牧民。望着祖祖辈辈奔驰过的草场，心里藏着说不出的无奈与哀伤。可是帕克却看到，当那座冰川崩解，这一片草原会重新找回他自己，孩子们会重新在自己的语言里唱起古老的歌谣，长调与呼麦，那来自草原深处的天籁会重新在风里自由地飘扬。那一种与天地万物和谐共生的古老智慧，那一份属于游牧民族的豪迈与辽阔，会重新成为这一片土地的骄傲。一个民族最珍贵的东西，从来都不是被谁赐予的，而是在自由的空气里自己生长出来的。最后，让我们把目光缓缓地投向上海。在帕克所描绘的这幅版图里，当整个国家走向像欧盟那样的松散联合，那些沿海的经济重镇自然会成为这个新格局当中最有活力也最有分量的自治单元。而上海这一座曾经的东方明珠，这一座汇聚了无数财富、无数梦想、无数悲欢离合的城市，就会在这一场巨变之后蜕变成一个高度自治的民主之城。想象一下那个画面，黄浦江两岸的万家灯火所照亮的，不再是一座被牢牢管控、处处小心的城市，而是一座真正能够自由呼吸、自由言说的城市。这里的人们不再听命于某一个遥远而冷漠的中心，而是由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自己来决定自己的命运。金融的活力重新奔涌，思想的火花重新迸发，这座城市会以一种全新的姿态重新站到世界的舞台之上。这正是帕克所说的那个分裂成许多小国，最终走向自由联合的版图最生动也最有力的一个缩影。熟悉历史的朋友会知道，上海这一座城市骨子里本就流淌着开放与包容的血液。早在100多年前，它就是整个东方最繁华、最摩登也最自由的国际都会。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操着各种各样的语言，在这里相遇，在这里逐梦。那是一座本就属于世界的城市，而帕克所看到的那个未来，在某种意义上正是这一座城市重新找回了他自己最初的模样。当那一层厚厚的管控被剥去，黄浦江畔那一栋栋见证了100年风云的老建筑会重新焕发出光彩，世界各地的资本、人才与思想会再一次像潮水一样向这里涌来。它不再是某一个遥远中心手中的一枚棋子，而是一个能够自己决定方向、自己书写未来的自由之城。一座城市的命运竟然与一个民族的命运如此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上海的重生正是这一片土地重获自由的最闪亮的注脚。说到这里，你也许会忍不住问，这个全新的由许多自治地区组成的中国究竟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呢？它会照搬西方那一整套东西吗？帕克给出的答案再一次出乎了我们所有人的意料。他说，这个新的中国会带给世界一种全新的、迷人的民主形态，而这种形态的根深深地扎在一个我们都非常非常熟悉的名字身上——孙中山。这实在是一个让人浮想联翩的细节。帕克曾经提到，许多年以前，孙中山的后人曾经来到他和妻子这里做过一次心灵的探访。也许正是这一次奇妙的缘分，让他在凝视中国未来的时候，一次又一次地看到了孙中山的身影。他预言，真正的民主最终会在孙中山当年所倡导的那些理念之上缓缓地生长出来。那不是一种简单的复制与照搬，而是一种结合了东方的智慧与民主的精神的全新的民主资本主义。它会为这一片饱经苦难的土地带来真正的希望，甚至会反过来影响全世界的民主国家。
我们不妨细细地品味一下这其中的深意。孙中山当年所提出的那些理想，讲求的是天下为公，讲求的是民族、民权、民生这3条根本的大道。在过去的那100多年里，这些理想历经坎坷，饱受摧残，从来都没有真正完整的实现过。我们不妨把这3条大道一条一条的摊开来看。所谓民族，讲的是一个民族的尊严与平等。在帕克所看到的那个新格局里，西藏、蒙古、香港每一片土地上的人们都不再被强行的捏合在一个冰冷的模子里，而是各自保有自己的语言、自己的信仰、自己的文化，然后在彼此尊重的基础之上自由的联合。所谓民权，讲的是政治的权利回到每一个普通人的手中。在那个新格局里，人们可以自由的表达，自由的选择，再也不必因为一句话、一个念头而提心吊胆。所谓民生，讲的是让每一个人都能够安居乐业，过上有尊严的生活。当那一台只为少数人服务的经济机器停下来，重新校准之后，财富会以一种更公平的方式流回到寻常百姓的家里。这正是帕克所说的那种全新的民主形态。他不是把西方的那一套生硬的搬过来，而是让沉睡了100年的东方理想在这一片饱经沧桑的土地之上重新生根发芽。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帕克会说，这个新的中国不仅会给自己的人民带来希望，甚至会反过来给全世界那些早已疲惫的僵化的民主制度带来一股全新的启发。可是帕克却看到，在这一场崩塌与重生之后，这些沉睡了100年的理想会被重新唤醒。新的联合体里，各个地区彼此尊重，边境开放，贸易自由，人们不再被恐惧所驱使，而是被一种共同的向善的力量所牵引。帕克甚至用了一个很重也很温暖的词，他说民主会成为一种向善的力量，它不再是冰冷的选票与权力的游戏，而是一种让人与人之间重新变得善良、变得体面的温柔的力量。而这一场变革的方式，帕克也看得很清楚。他说，这一场革命不会像我们曾经在阿拉伯世界看到的那样血流成河。当然，过程当中也会有激烈的，甚至有时是暴力的时刻，那是人民对腐败、对特权、对那些凭空暴富的不公所发出的愤怒的一击。耐人寻味的是，帕克说，最初推动这一场变革的力量，竟然会来自一些笃信旧日理想的人。他们会想起当年那一位领袖也曾经枪毙过贪官，于是循着这个古老的传统，一部分民众会把反腐的斗争紧紧地握在自己的手里，而当权者越是想要压制舆论、封锁言论，这一股力量就会被激发得越是猛烈，最终汇成一股呼唤民主的滔天巨浪。可是，如果你以为帕克的预言到这里就结束了，那你可就大大地小看了他。因为在政治的巨变之后，他还看到了一场更深层也更安静的变化，那是一场心灵的回归。帕克说，当这个国家那一台高速运转的经济机器慢下来之后，这一片土地会经历一场深刻的精神的转变。那些曾经被斥为迷信、被粗暴地扫进历史角落的古老智慧，会迎来一场惊人的复兴。道教会重新兴盛起来，风水、命理，这些流淌在这个民族血液里几千年的东西，会再一次被人们所珍视。人们会惊讶地发现，原来真正的安顿并不在于拥有了多少财富，而在于与天地、与祖先、与自己那一颗躁动的内心重新建立起一种和谐的关系。他说了一句特别打动我的话，他说，这个国家会变成一个更幸福的国家，一个不再那么依赖物质得失的国家。他的人民会在自己的过去里重新找到那份巨大的久违的幸福，而那一段曾经被视为包袱的悠久的历史与传统，从此不再是沉重的负担，反而
会成为一个更光明的未来最坚实的地基。我们不妨想一想，这一场精神的复兴究竟意味着什么？道教这一个土生土长的古老智慧，讲求的是道法自然，讲求的是清净无为，讲求的是人与天地之间那一种微妙而深刻的平衡。当人们重新拾起这份智慧，他们便会懂得，原来不必把人生活成一场永无止境的争夺与内耗。风水也好，命理也好，这些被现代人轻易斥为迷信的东西，其背后其实藏着我们的祖先对天地运行规律的敬畏与洞察。他们提醒着我们，人终究只是这浩瀚天地之间的一个小小的存在，唯有顺应，唯有谦卑，唯有与万物和谐共处，才能够活得安稳，活得长久。帕克所看到的那个更幸福的国家，并不是一个物质上更富裕的国家，而是一个重新学会了如何安顿自己心灵的国家。当一个民族不再向外疯狂地索取，而是转而向内静静地寻找，那才是真正的觉醒。你听，这是一种多么深刻的洞见啊！我们这个时代有多少人拼了命地去追逐物质，追逐财富，追逐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成功，可是内心却越来越空虚，越来越焦虑，越来越找不到那个可以安放灵魂的地方。而帕克却看到，在经历了那一场巨大的崩塌与阵痛之后，这一片土地上的人们反而会挣脱物质的枷锁，回到那个更古老也更踏实的精神的家园。这又何尝不是给我们每一个人的一记温柔而沉重的提醒呢？这一场心灵的回归，同样与古老的循环遥相呼应。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个赤马红羊之节，那个火鼠年的轮回，让我们回望一下历史。1948年是一个火鼠年，那一年国共内战打得正激烈，旧的格局风雨飘摇。2008年又是一个火鼠年，那一年在北京奥运的万丈盛况之后，种种衰落的征兆便开始悄悄地浮现了出来。古老的智慧告诉我们，历史并不是一条笔直向前的直线，而是一个又一个周而复始的巨大循环。而帕克所看到的，正是这个巨大的循环即将迎来的又一个关键的节点。那么，这个故事最终的结局究竟是什么呢？让我们回到帕克那一句最核心也最温暖的预言。他说，这一片土地上的人们最终会真正的拥有民主，也会真正的拥有幸福。请注意这两个词，民主和幸福，它们缺一不可。一个只有民主却没有幸福的社会是冰冷的，一个只有物质却没有自由的社会是空洞的。而帕克所看到的那个最终的结局是这两者完美的交融。人们既能够自由地表达，自由地选择，自由地决定自己的命运，又能够在心灵的最深处找到那一份来自传统，来自信仰，来自人与人之间默默温情的信，真正的安宁。这才是一个完整的人应该拥有的生活，这也才是帕克所看到的那个值得我们去期待的明天。让我们把这幅遥远的画面轻轻地拉回到我们自己的身边。其实，帕克所说的这一份民主与幸福，又何尝只属于那一片遥远的土地呢？我们每一个人在自己的生命里，不也都在寻找着同样的东西吗？我们渴望能够自由地做自己，自由地说真话，不必为了迎合谁而委屈了自己的内心。我们也渴望在这个喧嚣浮躁的世界里，能够找到一份真正的安宁。那一座冰川的崩塌，那一片新版图的诞生，说到底讲的是无数普通人的命运，而我们正是这无数普通人当中的一个。当我们在看这个宏大的预言时，其实也是在看我们自己。我们是否也愿意在自己的心里融化掉那一座由恐惧、由执念、由麻木堆积起来的小小的冰川呢？当然，帕克也一再地提醒我们，这一整个过程不会在2026年这短短的一年里就全部完成。
2026年只是那一座冰川出现第一道裂缝的一年，只是那些清晰的征兆一个接着一个浮现出来的一年。真正的转变会像投入湖心的一颗石子所激起的涟漪一样，一圈一圈地缓缓地扩散开去，一直延续到2030年。2030年，他说会是下一个重大的转折点。在那之前的这几年里，帕克坦言，世界并不会太平，它会因为天灾，因为战争，因为干旱，因为疾病而走向某种崩溃的边缘。会有人以宗教、以种族、以民族的名义去挑起各种各样的事端，石油外交会像一把悬在头顶的利剑，威胁着整个世界。战争会在许多地方零星地爆发，社会动荡的规模会是我们前所未见的。帕克甚至感知到，那些负面的能量会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越来越强，一直累积到2029年前后，达到一个顶峰。他担心一种像当年新冠那样可以靠空气传播的病毒有可能卷土重来。帕克还反复地提到一场让他格外忧心的危机。他说，在未来的这几年里，这个世界所高度依赖的那一张看不见的网很可能会遭受一次前所未有的重创。一次大规模的网络攻击会像推倒第一张骨牌那样，让那些原本紧密相连的金融系统、银行、市场在顷刻之间陷入瘫痪。我们早已习惯了把财富变成荧幕上一串串跳动的数字，把交易、把储蓄、把整个生活都搬到了那一片虚拟的云端之上。可是帕克却提醒我们，当这一张网一旦被撕开一道口子，那一场席卷全球的经济风暴恐怕就再也无人能够幸免。而那一场看不见的崩塌也会像最后一根稻草那样反过来狠狠地压在那个早已摇摇欲坠的庞大邻居身上，加速那一座东方冰川的最终瓦解。这又何尝不是另一种形式的冰川式的崩塌呢？而在这一切看得见的灾难之外，帕克还感知到了一场看不见的战争，那是一场延续了千百年的心灵的较量。他说，这个世界上正在涌动着一股股负面的能量，他们不会像电影里演的那样披着战袍在天空中现身，他们真正的战场其实就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它会悄悄地钻进我们的内心，化作恐惧，化作贪婪，化作彼此之间的仇恨与猜忌。帕克特别提醒，这股负能量的一个重要来源很可能就是我们对人工智慧、对网络的过度依赖。当我们把思考交给了机器，把记忆交给了云端，我们的心智会不会在不知不觉之间变得越来越脆弱，越来越空洞呢？可是帕克也说，正义与美德的力量终将战胜心中的魔。这一场心灵之战最终的胜负不在外面，而在我们每一个人的一念之间。也许这才是这整个宏大预言最想要告诉我们的那一句悄悄话。外面的世界无论如何天翻地覆，无论那座冰川如何崩塌，真正能够守护我们的永远是我们内心深处的那一份善良、清醒与笃定。可是就在这一片混乱与重组的废墟之上，一个全新的秩序正在悄悄地孕育。帕克说，2026年并不是终点，而恰恰是人类真正开始看清未来的起点。这是一个断裂之年，也是一个觉醒之年。混乱、重组与巨大的觉醒在同一个时间里同时发生，旧的东西在崩塌，新的东西在生长。而这一场发生在东方的巨变，它的影响绝不仅仅局限于这一片土地。帕克看到，当那个庞大的邻居崩解，整个世界的格局都会随之剧烈地重新洗牌。日本在经历了最初的恐慌与威胁之后，会走向自强，甚至开始认真考虑建立属于自己的防卫力量。印度会接过经济增长的接力棒，缓缓地登上世界舞台的中央，而曾经与那个邻居结成紧密同盟的俄罗斯，也会在这一场巨变之中走向他自己的转折与重塑。说起这一对曾经的盟友，帕克其实很早以前就做出过惊人的判断。早在许多年前，
当这两个大国还没有走得这么近的时候，他就预言俄罗斯会把目光转向东方，与那个庞大的邻居结成一种紧密的贸易与军事上的共生关系。他说，俄罗斯会向他输送石油、输送能源、输送先进的军事技术，而当时几乎没有人相信这两个历史上恩怨纠缠的国家会走到一起。可是后来呢？后来这两个国家真的举行了前所未有的联合军事演习，真的在能源与贸易上越绑越紧，又一个曾经被嘲笑的预言变成了现实。可是帕克也看到，这一段抱团取暖的关系并不会永远。当东方那座冰川崩解，这一根曾经紧紧缠绕的绳索也会随之松动。失去了最大的依靠，俄罗斯也将被推向他自己命运的又一个十字路口。帕克甚至曾经感知到，在那位强人领袖之后，俄罗斯或许会迎来一位女性的掌舵者。一个旧的世界秩序正在我们眼前一寸一寸的瓦解，一个新的世界秩序正在地平线的尽头缓缓地升起。帕克尤其看重印度在这一场大变局里所扮演的角色。他不止一次地说，印度会成为下一个照亮世界的精神的灯塔，一个有着几千年悠久文明的古国会带着他深厚的智慧缓缓地走到舞台的中央，他的经济会持续地腾飞，最终超越那个曾经遥遥领先的邻居，而他的文化与信仰会像当年一样再一次滋养整个世界干涸的心灵。我们前面提到的那神奇的纳迪叶，不正是来自这片古老的土地吗？也许在帕克的心里，东方真正的希望从来都不只在于某一个国家的兴衰，而在于整个东方那一份沉睡已久的精神的力量能否重新苏醒。当西方在物质的道路上渐渐走到瓶颈，当旧有的霸权一个接一个地显露出疲态，整个人类文明的目光会不约而同地再一次投向那片孕育了无数古老智慧的神奇的东方。说到这里，我想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都会涌起一种极其复杂的情绪。一方面，那一座冰川崩塌时的轰鸣，那一场席卷一切的动荡，听起来是那样的惊心动魄，那样的让人不安。可是另一方面，崩塌之后那一片开放的、自由的、充满了心灵光辉的全新的版图，又是那样的令人向往，令人心生憧憬。也许这就是历史那吊诡而又深邃的地方吧。最深的黑暗里往往孕育着最亮的黎明，最剧烈的崩塌之后往往紧跟着最彻底的重生。帕克所看到的，与其说是一个国家的终结，不如说是一个旧时代的翻篇，是无数普普通通的人在历经了太多太多的苦难之后，终于迎来的那一份迟到了太久太久的尊严与幸福。当然，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知道，预言终究只是预言，它所描绘的是一种趋势，一种可能，而绝不是一个被钉死在墙上的命运。未来会不会完全按照帕克所说的那样一步一步地展开，没有任何人能够100%地保证。历史的长河奔流向前，其中有太多太多我们无法掌控的变数。可是当这一位曾经一次又一次精准命中的预言家第一次把这幅完整的最终的画面摊开在我们眼前的时候，我们至少可以做一件事，那就是保持清醒，保持关注，然后静静地等待时间给出他自己的答案。上海、香港、西藏、蒙古，这些名字在帕克的预言里不再只是地图上一个冷冰冰的点，而是一个又一个重新呼吸、重新站立起来的鲜活的地方。而生活在这一片广袤土地上的亿万的人民，他们最终会走向何方呢？是继续被困在那一座看似坚固，实则早已布满裂痕的冰川之中，还是在崩塌与重生之后，迎来那一个真正拥有民主与幸福的崭新的明天？帕克已经给出了他的答案，而剩下的这一切
就交给我们，交给时间去亲眼见证了。回望这整幅波澜壮阔的画面，从那一声冰川断裂的巨响，到上海、香港、西藏、蒙古一个接一个的重生，再到那一场深入人心的精神复兴，我们会发现，帕克所讲述的其实是一个关于希望的故事。他告诉我们，再漫长的黑夜也终将迎来黎明，再坚硬的冰川也终将在春天的阳光下缓缓消融。一个压抑了太久的民族，终究会找回属于自己的尊严与自由。而这份希望并不遥远，它就藏在每一个普通人不肯熄灭的心愿里。当足够多的人在心里点亮了那一盏灯，再厚的黑暗也会被一点一点的照亮。这也许就是这个古老预言留给我们这个时代的最温柔也最有力量的一份礼物。让我们一起记住2026年这个清算之年，记住2030年这个转折之年。也许在不久的将来，当我们再一次回过头来看今天所说的这一切时，会惊讶地发现，原来那一幅看似遥不可及的画面早就已经悄悄地在我们的眼前一寸一寸地铺展开来了。朋友们，看到这里，你相信帕克所描绘的这个最终结局吗？你觉得这一片土地真的会迎来那一个民主与幸福交融的明天吗？又或者在你的心里有着一份完全不同的看法与判断？欢迎你把心里的想法写在下面，让我们一起在这个风云变幻的时代里，继续去探寻这个世界最深处的谜团。